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关于曹操身后事，也就是他墓葬本身的故事。我尽量的把它当故事来讲啊，大家就如果说有什么这个就是觉得不当的地方，一会儿对我们可以交流。大概就分这样的5个部分。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枭雄陨落之后，因为我在想用一个什么词儿呢？我觉得既然把它称为枭雄，要用陨落这个词儿看起来会比较的匹配一些。如果我写的枭雄去世之后，这个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太搭调。我们先简单的把他那个生前的2人给他回顾一下，就是他跟古代的其他的帝王是一样的，在生前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就是为自己修建陵墓。有2条呢历史文献记载，大概就是一条是在公元前218年的时候，他给自己这个就是下令修建陵墓，说呢是在这个西门豹祠以西的这个原上为受陵。这个原呢也是指的这个平原高地，然后因高为基，不无数。这个呢是标明这个位置。另外一条呢就明确的是葬于邺之西，邺之西的与西门豹祠相近。这2个为什么要标红呢？因为它有几个关键的地理坐标，包括这个西门豹祠，包括这个邺城，包括这个因高为基等等，这个待会儿我们能够用得上。那么他安排完这个后事，修建陵墓之后，实际上没有多长时间，很短的时间他就去世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六维这部片大家不用仔细去看啊，就是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是从史书里面摘下来的，不是我编出来的啊。然后呢，就是到了建安25年，也就是他这个220年的时候，正月他就去世了，在洛阳去世。那为什么在洛阳呢？因为再插一个小的知识点，当时还是东汉还是汉献帝是皇帝，曹操还是这个魏王，然后呢，所以他还要跟着这个汉献帝在这个，虽然他封的这个魏王的都城是在邺城，但是他还是在洛阳那边从事公务，然后在洛阳去世。去世之后呢，后来就葬2月丁卯葬高陵，大概就过了这个4月份，就过了没多长时间葬高陵。那么这个高陵的词儿呢，就是也是第一次出现。之前我在这个曹操墓那个博物馆呢，跟那些讲解老师沟通的时候，他们也就我说你们把平时观众提出来的问题整理一下，然后我们来共同去解答。其中就有一个人家问为什么叫高陵，这个一下就给我问住了，然后我就回来去查，因为呢这个陵呢，在咱们的汉语里面，是指的是高地或者是高大的墓主，从这个战国中期开始，专用于指代这个帝王的陵墓。但是呢，在这个汉代之前，帝王的陵墓是没有专门的名称的。我们现在听说的，比如说秦始皇陵，比如说秦东陵，这是我们现代人给它的命名。它当时叫什么，我们不知道，史书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到了这个汉代之后，西汉之后，那些帝王的陵墓都有专门的这个名号，比如说有这个安陵、平陵、马陵、茂陵、杜陵等等，这都有专门的名号。那么这些帝陵的命名呢，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有这样的3种情况。一种呢，就是选择一个好词儿，吉祥的褒义词儿，比如说这个安、平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当地的地名，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当时这个文帝的霸陵，它是在这个灞水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霸陵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选的地名又跟这个褒义词相关，就凑了这样的名称。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高陵这个词儿呢，它为什么叫高陵？很有可能就是一方面是它的高地，另外呢这个词本身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吉祥的这个含义，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那么其实在这个很有意思，我今天早上还要做功课，因为很紧张嘛，然后看了一下这个，其实在这个曹操逝世之前不久，还有一件事儿，关羽被这个孙权击杀之后，关羽的首级送到了洛阳，然后很短时间之内曹操就逝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一定的这种巧合，大家可以去发挥一下，去想象啊，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曹操是非常的这个欣赏关羽。然后呢，这个逝世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说这个大的历史事件啊，就是后边政治一种变化呀，这个我们就不说，我们还是说跟他陵墓直接相关的事情。那么有这样的几件事儿，就是第2年的时候，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很多人是一直都忽略这样一个事件。这是明确的，就是公元221年，就是他逝世的第2年，这个曹丕，因为他逝世的当年，曹丕就登基称帝，然后到了第2年的时候，他把他的弟弟曹冲，这个小朋友应该知道这个曹冲，我们都学过这个曹植丞相的故事，把他的弟弟曹冲迁葬到了这个高陵，而且迁葬之后还把他又这个追赠了这个词号叫公，之前他是侯，邓侯，现在是邓公。
然后呢，这个曹冲呢，大家知道是这个非常聪明，但是呢，这个英年早逝，他去世的年龄大概是12岁左右，有的地方说13岁，但这个都还有争议，但是都非常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去世10几年了，然后就把他迁葬到这个高陵，这个是明确记载的，跟曹操的墓葬有关的这个历史活动。那么第二件事就是到了这个222年，黄初3年的时候，曹丕又下了一个诏书。就是要他们这个就叫毁高陵祭奠诏，也就是把高陵上面的这个祭奠祭拜用的这个宫殿啊、房屋等等东西都拆了。拆完之后呢，把这个车原来有什么车马什么东西，车马行旧，衣服藏服。它的目的呢，当然他是说要从先帝减德之治，因为大家都知道曹操其实必须是比较节俭的。那么现在他的儿子曹丕说要遵从父亲的这个节俭之治，不要在这个高陵上面再搞一个很浪费了，因为说了入境嘛。然后现在还有大量的这个宫殿、房屋，还有什么人员等等，他就把它拆了，然后把它就移回去了。这是第二件跟他直接相关的事情。那么第三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在公元230年卞后合葬高陵，两个地方，一个叫合葬，一个叫复葬，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葬在了高陵啊。然后呢，这个卞后是什么人呢？是曹操的第二个夫人，因为他的第一个夫人叫丁夫人，然后没有这个子女。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卞后，就是他的这个，然后就是成为正室，卞夫人、卞后，然后他生了这个，包括曹丕啊、曹操这个，所以曹丕当皇帝之后呢，卞后就成了这个太后。那么这也是有历史明确记载和他直接相关的事情。这几年呢，这个事情就比较密集。接下来这个时间一晃就到了公元645年，大概过了几百年了。这个中间呢，在这几百年中间，历史书上就是至少目前我查到的是没有说关于曹操陵墓的这个直接相关的记载，可能有些文人的这个作品里面会有提到，但是历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那么公元645年这个事儿呢，是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去拜谒曹操，还专门写了这个晋魏太祖文，对他做了一段评价，就是临危之变，料敌之起，料敌设其，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我们今天就不再去说他这个评价是否这个公正客观，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李世民呢对曹操这个人呢还是比较的这个欣赏，还是就是比较认可的，所以他还专门祭拜，还写了这个祭文。然后又过了200-300年，这中间经历了这个5代十5代等等，又过了200-300年之后呢，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呢，他为了这个就是彰显自己的仁德下令呢对这个历代的帝王啊、名人的这个墓葬进行修葺，然后呢就是后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静桥彩照，就是说简单理解就是因为那个古代的墓都是比较大，上面都有这个树木啊、柴草之类，就是禁止在上面这个砍柴、割草，完了之后同时进行修葺，把那些损坏的进行修葺。那么同时呢，还专门设立了这个守陵府，就是政府机构设立的这个看护陵墓的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完了之后，对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和名人，他的这个守陵府的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对于这个魏太祖，也就是曹操这个地方是置3户守陵，也就是设了3户的这个守陵户，然后岁批响应太牢，就是每一年呢用这个猪、牛、羊这个规格来祭祀。也就是说，当时呢这个赵匡胤、宋太祖他们对这个曹操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重视的，也是有明确记载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这个实际上这个诏书是颁布了2次啊，就是前后没隔几年，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接下来这个时间就过了7多年，就到了公元2009年12月27日，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曹操高陵参观工作的那一天。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也可能好像在近些年也不太多，就专门跑到北京去开了一个发布会，然后呢就宣布，当时在这个安阳市西高穴村的这个东汉大墓认定为这个曹操墓。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事情一出呢，就是实际上从发布开始到接下来的1年多，可以说是在这个100年中国考古史上，是最大的一次这个争议和这个讨论。关于这个2009年发布会前后呢，我们一会儿再讲一些细节啊，就是我们捋了这样一个时间线，这些时间轴上就是说，从曹操下令修建陵墓开始，到这个我们发现曹操墓，实际上在这个
1800多年的历史里边，就是我们能够从历史记载里边找到真正的跟它这个直接相关的这个记载，就这几条。那么这几条其实为什么要列出来呢？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说，至少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曹操的曹操墓是没有被人忘记，就是并不是说大家想象的那样，好像说就找不着了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看出来，因为这个列的这些文献呢，像比如说这个李世民拜谒高陵，还有宋太祖这个，它都是这个最高的官方机构的这种活动，所以呢，他们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那这个在2010年前后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我们讲一下这个简单的细节。这个事情就是说可以追溯到2005年底，就在这个安阳西高血村呢有这个墓葬被盗，被盗之后呢，当地人就报警，然后公安机关去看了现场，然后呢，当时呢考古队也去了，发现这是一所东汉墓葬，规模比较大。然后呢，当时呢，实际上是由于这个条件的限制，因为大家可能这个对我们北方中原来说，基本上就是遍地都是古墓葬。然后呢，早年这个治安情况不是很好，这种情况呢也经常会发生。所以呢，这个现场看完之后呢，可能当地这个就决定把这个先是把这个盗洞给它回填一下，然后呢，同时安排了这个当地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巡护。然后呢，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被盗墓葬我们就去抢救发掘，那个时候精力也不过来。比较遗憾的是，到了2008年初的时候，这个再次被盗，因为我们确实很难说对这个地方实施24小时监控，也不可能完全实施24小时巡护。待会儿我们一会儿看一下那个地理位置，大家也能比较清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专家和这个主管部门商量之后，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再等，已经就是这个迫在眉睫的这个案件形势，所以呢，申请了这个叫抢救性发掘，这是从2008年12月开始，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个工作到了这个2009年底结束，然后呢，12月27日发布的这个成果。那么发布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2011年度的10大文化事件之一，就是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讨论。然后接下来到了2023年4月27日，曹操到明王开馆，这就是2009年前后的，就是我们最近这些年围绕它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回顾完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接下来就来看这个真正曹操墓到底是什么样的。先看看这个地理位置，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对这个河南的这个位置熟不熟悉啊？就是我们现在标的这个位置，就是在红色的这个河南省的最北边，也就是安阳的最北边，就是我们说的曹操墓的这个位置。它是在这个河南河北的交界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条呢，实际上是漳河，著名的漳河，就是大家应该读过这个新报毕业的故事，就是这个著名的漳河。然后这就是河南和河北的分界线。在这个图上呢，有几个关键的坐标。现在我们有这个南北的干渠，有这个京杭线，还有京杭高速。然后呢，古代的这个坐标有这个邺城遗址，在这个就是在漳河北岸，这是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而且多年来一直在开展考古工作。然后还有一个西门豹祠遗址，这个西门豹祠遗址实际上早年一直是有各种传说，还有碑刻。我在这个地方其实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个西门豹祠遗址大概也就在是没有问题的。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曹操高陵，这就是这样。我们在最开始说曹操安排他后事的时候呢，引了几条文献，说呢他定了几个坐标，邺城的西边、西门豹祠的西边，这些位置呢基本上是吻合的。而且这个我们从这个卫星图上看起来好像这都是一马平川，实际上这个地方在你如果到当地的话，能看看它是一个略高的地方，当然不能跟那个山区那样突出，但是它就是一个高地。这个地理特征基本上是吻合的。然后呢，就是每当看到这个图片，我就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10几年前啊，我们的手机还有漫游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村里工作，因为过了河就是河北，所以呢，你就在村里边这个信号，它就有可能一会儿就河北移动欢迎你，一会儿就河南移动欢迎你。那个时候就是多交了很多很冤枉的这个漫游费，就是在这个应该就在边上，走着走着，它可能就漫游过去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记忆。那我们刚才说，它的这个就在这个村的南边，这边就是西高穴村，就在这个村的南边，紧贴着这个村庄。实际上，这个村庄的房屋有一些已经把它那个墓葬地面有一些已经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它这个安全形势其实不太乐观呢？因为这个村庄的人口也很多，就在这个边上。然后呢，这个村里面也有很多的人，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盯着这个村，所以很难去说24小时还有专门去盯这个东西。这个具体的地形呢，
现在你看下一个吧，这是发掘前的一个航拍。当年那个时候的航拍是2008年那个时候的航拍，还用的是这个航模无人机和那个热气球，就拉着拍的，所以呢像素也很大。现在我们能找到也就是最好的这一场，能看出来就是这是这个村边的房屋，然后呢大家看已经就贴在边上了。这边是个什么呢？这边实际上是一个大坑。大家看这个线，这有个线切得很具体，是个大坑。这是当地的村民啊烧那个红砖、粘土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挖土烧砖的时候，就是一直挖，把这个地方挖成大坑，然后把这个墓葬呢上边其实都已经挖掉一块，挖掉一块之后呢，就露出来底下这个黑色的实际上是早年的盗洞，因为这个墓葬在历史上多次被盗，早年的盗洞后来被掩埋住了，但是这个挖土的时候又给它挖出来。然后呢，这个北方在浇地的时候，就是用那个水来漫灌这个麦田的时候，村民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漏水，就是浇的这个水老是往一个地方去流，然后呢，这个就老是浇不完，就引起了有些不法分子的注意，他们就意识到这个地方情况比较特殊，这也可能是引起后来再次盗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之一吧。那我们看这个图上呢，这是上北下南，然后这是我们要说的曹公墓，这个编号是 M2。这个图上我们其实能够很清楚的看清楚，这是它的墓道的位置。这个墓道的这个填土跟这个周边区别非常大的。这就是经常大家问我们为什么靠我能够发现这个墓道，你怎么确认它就是墓葬？这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之一，就是看土，看这个土的颜色。那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原来尤其是小朋友举什么例子呢？说为什么那土不一样呢？你买一个千层蛋糕，你给中间挖一个洞，你把那个蛋糕掏出来。然后你再给它填进去，你看看那个是什么情况？就是原来的这个土层，它可能就是一层一层跟蛋糕一样的，你给它一挖一填，不同颜色、不同结构的土就混了。就是这个蛋糕你再填回去之后，那里边那块一定花花绿绿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地表的情况就非常清楚，我们也就根据这个情况来发现这个墓葬。这个坑从这个角度看就很清楚了，这就是那个挖土坑的这个边缘非常清楚，这就是早年盗洞、暴露盗洞，这里面还有一个。那么在这个没有发掘之前呢，这个墓道的两侧还有大大小小的这种坑啊，现在我们基本上也能够有一定的认识，当年也是曾经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这个呢就是墓道挖完之后的这样的情景，就是一个斜坡通下去，通到正前方就是安葬曹操的地方。那么这个斜坡呢，两侧还有这个台阶，这是它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制。这个图呢是当年应该是那个《曹操墓真相》那本书里面的，当时是这个科学出版社他们专门找人绘的这个，因为我后来专门问了，我说这个图我们能不能用？人家说可以，没问题。就是这个图呢是一个3维的结构图，通过这个结构，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曹操墓里边长什么样。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斜坡通下去，两边是台阶，这个里边是用砖砌的这个墓室，就跟房子一样用砖砌的。我们一般把它称为这个四室两厅，因为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按照我们的专业说法，就是这个叫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砖石墓，然后前后室什么侧室，大家就把它当做四室两厅就可以了，就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这是比较主要的墓室，然后它的这个两侧各有几个小的，就是构成这样一个结构。那平面上是这样的。它这个墓道的这个长度呢是39.5米，上面宽是10米，然后从这样通下去。这个里边呢一共是出了3具人骨，一男2女，然后呢各类器物呢是973件，所以看的这个数字呢其实是很大，但是因为被盗的比较严重，所以呢它这个有很多的器物实际上都是很明显的小件，然后呢数量，所以呢就是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精美那么震撼，但是它的意义是很特殊的，我们待会儿去介绍一下。这个说到这个3具人骨的时候呢，我在今天早上在这个网上闲逛的时候，我又看到在某一个帖子的评论区，又有人翻出来一个老梗，他说什么呢？说，当年曹操墓里边有2具人骨，一具是曹操的，还有一具是曹操小时候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可能有这个稍微就是网络经验丰富的人会知道这个梗。这个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2010年左右，当时就是曹操墓讨论的时候，因为当时受某些这个自媒体的引导啊，有大量的这个公众把这个情绪发泄到这个考古专家身上，就是说不可能找到，你们一定在编造，你们一定在就是用各种
可能的这个方法把这个线索给它还原，要把它认定为草堂墓。然后呢，就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然后有个人就随口就说了一句，实际上是当时这些人发泄情绪的时候用来调侃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当做一个梗一直留下来，经常还会被人翻出来。但是事实上呢，你说这里面有这个，其实体制学的鉴定是非常清楚的，一男二女，大家不要被那些梗所误导了。看一下这个墓室，这个墓室呢，其实进到里边是很壮观的，然后呢，但是呢也比较的凄惨。这个壁上本来是刷的有白灰，但是呢，是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有这个盗洞进水啊，包括淤泥啊、土啊等等，基本上就填到很高的位置，所以这个白灰上面基本上都已经被这些土啊、泥都已经染成这个颜色了。然后呢，这地下呢是用这个青石的这个青石板铺的地，这些实际上是盗墓贼进去的时候，他把它给撬起来，然后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是保留了最开始原始的这个情况。最后这个后边这几个位置呢是安放这个遗骨的，安放遗骨的位置。虽然这个人骨虽然是被扰动了，但是呢，我们还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棺的位置可以看见。这里的墓室的这个里面的照片我们就不放太多了，因为我一直在想，后来我说我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墓葬里面的照片啊，还有这个文物这个照片我都放完了，局长在那做出来，让大家更多人去看一看，自己亲眼去看一看。我只是抛一个引子出来，不能放太多这个东西。然后出土的器物里面嘛，其实最开始我们考古学者关注的更多的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些陶器啊，这些瓷器，就是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因为它并不能判断这个年代，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判断它的这些相关信息。那么可能说呢，说就下面我说了一个这个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意义非凡是什么呢？我们注意一个是这个鼎，这个鼎啊，待会儿我们再去看后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右下角的两个这个瓷器，在东汉时候的瓷器，在南方实际上是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但是在北方，这个时候瓷器其实还没有发展起来。那么在东汉时期的墓葬里面能够发现瓷器，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美观，那就已经暗示这个墓主的地位非常的特殊，因为这个东西一定不是北方的木产，这个已经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这就是陶鼎，这个陶鼎呢，就是看起来很朴素，但是呢，最后通过专家去把它整理、修复、拼对，一共是有这个12件。这个12件摆到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比较震撼的。它的意义很特殊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后汉书》的礼制里边专门记载了皇帝这个下葬用的是瓦鼎12，就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暗示他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曹操他没有称帝。这也是李世民一直说他这个万世之才不足对，他没有称帝，但不是说他不想，他有那个能力，因为在当时他最后封了魏王之后，他是可以享用天子的这个仪仗的，也就是他已经可能跟皇帝之间就差一个名号吧，也就是他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还有呢，这个龟和璧，我们知道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开始，像这个龟和璧在咱们中国古代的礼制中间就具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意义。龟呢是用来祭天的，璧呢是用来祭地的。然后，虽然这两个都是青石制的，不是咱们看到那个玉器那样精美，那么它出现在这里面，同样暗示它这个墓主的身份很特殊。还有这几个小东西，这几个小东西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讲。非常精美，看起来也非常大。实际上呢，大家不要被图片误导，这几个小珠子大概就跟那个黄豆差不多大，就那么大，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啊。这是里面就是看起来比较精美的细节。最重要的信息也是引起大家最多关注的是文字，因为我们讲，经常我们做考古这么多年，我们最关注的其实不是说它到底是金的还是银的还是玉的，我们关注的是有没有文字，因为往往有的时候一两个文字所承载的信息，比我们一坑的这个金银器和青铜器更为重要。所以呢，当这个曹操墓中间发现了这些文字证据的时候呢，引起的关注那是空前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简单把它叫小石牌。克尼小石牌就是带着铭文的小石牌，它的官方的这个名称叫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标签，因为我们看这上面都带有小孔，包括下面这几个牌上面还带有这个铜链子，它应该是跟它下葬的时候相关的东西绑在一块儿，你就把它理解为标签就行了。那么这上面所记载的这个就是它下葬时候所用的这些物品的名称、数量等等，这也是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丧葬习俗也好，生活习惯也好等等等等。最直接的材料，这是当时人刻上去的。当时这个东西叫什么，
只有他们当事人知道。然后有的时候有很多我们的历史书里边是未必能够记载。那么我们这一共呢是出土了66块，分两类，一类就是上面这个叫这个六边形石板，还有这个叫龟形石板。我们看一下中间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第一个是这个木末行星，因为当时这个出土之后呢，大家知道确实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也有很多非议啊，大家有提出各种质疑，意思是说这还是你们考古队自己刻的。然后有一个古文字专家，这个后来说，就是木末行星这个词儿，到现在为止也在很难找出，如果不是这个学者去考证，很难找出有人把它读懂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不是说咱们百度一下，咱们翻翻历史书就出来了，这是要通过很深厚的这个文献功底等等，要把它考证。这个是叫什么？这个实际上是厕所，这是当时的厕所的意思。所以当时那个专家说，你不要说让这个就是盗墓，让这个考古队去造，你就是让现在的这个很多专家去造，他也造不出来这个词儿来，他造不出这个词儿来，他都想不到这个词儿是啥意思。那么这个为什么大家可能想，为什么会有厕所在墓葬里面？这个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中国古代一直以来讲这个视死如生，就是说这个人在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也会有身体一样的需求，他也要生活，所以他也有各种生活的设备，也要各种的这个器物等等所以呢这个在出现是很正常的，只是说在不同年代的墓葬里边，它出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包括厕所等等这些生活设施。那么还有一个呢，这有一个叫竹簪5000枚。后来有学者认为可能是50枚，上面是不是碰了一个字儿之类的？当时也就大家在想，说这个竹簪吧，你说用来头上整理头发也能理解，那么他弄5000枚，这是啥意思呢？是想去卖竹簪吗？好像也不太合适。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文字的认识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的进步，并没有说一出来大家很快就把每个词儿什么意思都弄得很清楚。到现在为止仍然在这里。我前一段时间就是看到是咱们深圳这边有个学者写的这个文章。他可能他判断这个竹簪应该实际上是竹簪笔的意思，他并不是我们想扎头发，应该是竹簪笔用来书写的这个书写工具之一。那还有这有一个胡粉二金，这个胡粉二金也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这是什么？这是准备调料吗？实际上也不是，后来学者考虑说，这个应该是化妆品，是化妆用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有一个黄斗2升，后来有学者说这应该是黄斗2斗，黄豆。当时也是有这个有人就提出来说，这个不对啊，这个黄豆这个词儿在唐代才出现的，汉代没有人说黄豆这个词儿的。然后说你这个肯定是假的。当然了，这个很快就会用我们现在这个流行的话说，很快就被这个有专家给打脸了，因为这个实际上汉代出土的这个买地券还有上面其实有好几例都明确有这个黄豆这个词儿。当然，它不是指的我们现在这个黄豆这个意思呢，我们现在也不多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就是这个洛阳师范学院的王明秋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里面专门写这个，就是东汉这个，包括这个曹魏时期这种小石牌的这个铭文的内容，非常的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时候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你去读一读，我们就不一个个去讲了。总之呢，就是这些字儿看着很简单，就短短的4个3个，它所反映的是当时最真实的这个生活面貌、丧葬习俗等等。比较遗憾的是，缺太多了。就是这么大一个墓葬，因为多次被盗了，我们总共就发现这66片，然后所以这个我们能获得的信息也就不是很完整。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就是这个石板，这就是我们说的叫龟形石板，就是因为上面是尖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出现了魏武3个字，这都是大部分都是兵器，这里有魏武王常所用革虎大戟，这个也是这个革虎大戟。这还有这个叫短矛，这里是短矛，它的格式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这个残破的那个地方也能看出来，这个能看出来有魏，这个所用也能看出半条，这个能看出来。所以呢，这是我们就是能够最终确定它身份的一个很关键的关键的这个要素之一。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博物馆自己去看看实物啊。好了，那现在就要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说这个为什么汉代是草墓？这个也是大家经常会问的。当年在这个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记得呢，当时是公布了叫9大证据、9条证据。后来呢，不久之后呢，又改为叫12大。后来的考古报告里边，最后说的是20几个证据还是等等，反正就是列了很多条，就是各种证据。然后呢，
这个就是前不久过世的著名考古学家白玉祥先生，他在应该是15年左右的一次这个讲座中间，在北京做的一个讲座中间，他呢做出一个非常这个有远见的判断，说我们不要9大、10大、20大这个要素，现在就是这样的3个关键的要素：时间、空间和特定要素。我们判断这个古代墓葬的墓主的身份，只要这3个要素就够。我们不管是有多少大要素，最终都是要归到这3类里面的。这个时间要素就是我们考古上说的年代，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那么我们根据它这个墓葬的这个形状，就是长什么样的，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很宽大的墓道啊等等，因为在这个100年的中国考古史上，我们的学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通过各种这个互相佐证的这种信息，我们已经能够熟悉的掌握到从这个新石器一直到明清各种不同时期墓葬的形式，这个就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序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一座这样的墓葬，我们就通过它的形制、形状、结构，我们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这是这个说的这个墓葬的形制。那么具体到这个墓葬呢，就是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宽大墓道啊、多石墓等等，基本上就判断它应该在东汉到魏晋之间，就是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呢，还有具体的一些出土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简龙五啊，这些习惯等等这些特征，也就是能够进一步把它精确到汉末，大概在这个或者到这个三国之间这样一个位置，这是时间要素。那么空间要素就是刚才咱们说了2个历史坐标，一个邺城，一个兴报祠，邺城的西边，兴报祠的西边，还有一个就是特定要素。那么这个特定要素就是跟他的身份具体相关的。具体到这个例子里边，比如说这个墓葬的规格，通过跟以往发现的这些材料来对比来看，它的规格一定是非常高的，这个人的身份一定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这个遗物特征里边，咱们刚才列出了几个，就是有石碑啊、石壁啊，还有陶鼎啊等等，还有魏武王的这个刻名，然后还有这个最后的人骨的鉴定结果是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那么我们把这3个要素综合起来，总结这样一句话，就是东汉末年到三国之间，葬在邺城的西边，具有王邑级的身份，以及这个魏武王这个态度的老年男性，我们把这些因素都综合在一句话里面，就没有第二个人选了。那么这样一个逻辑才，如果我们单纯的去把这些线索拆开，列9个、10个、10几个、20个，那么大家可能比较糊涂。那我们就把它定这样：时间、空间、身份，这3个约到一块之后，那么它最大的这个功能就只能有这个，只能是有这样一个选择。这就是考古上判断墓葬身份的逻辑。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个墓葬都能够判断出来身份，绝大部分时候我们这个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这个不管是墓葬也好，房屋也好，它的主人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只能知道大概的年代。那么这个呢还好，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要素来判断它的这个具体的身份。说了就是我们墓葬的具体内容就不再多说了，期待大家再去博物馆看。那么这个第3部分呢，想跟大家交流的就是什么呢？不只是一座墓，因为我们在早些年的各种宣传里边啊，各种报道里边啊等等，大家其实都是盯着刚才说的那个墓，都是盯着这个墓。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说的曹操墓、曹操高陵，它不只是单单的一座墓。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2016年这个高陵遗址博物馆准备要建设之前，然后我们在这个周边进行了这个考古发掘，我们在这个墓葬的周边发现了陵园遗址。那么这个图呢看起来是比较抽象，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用这个线画出来，我们发现的，比如说墙啊、沟啊、地子啊等等，看起来比较的抽象。中间这个盖起来是什么样？这是我们考古上常见的这种黑白的线头，因为刚才说过西边有个大坑，这个坑呢就把这个墓葬弄了一半，这个陵园的西边也没有了。那么然后我们说的有这个基槽啊、壕沟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一直就记得这个彭老师跟我说的，说不要讲得太专业，大家都看不懂，他肯定也看不懂。这是啥呀？这看着很懵，所以呢我就很纠结。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些办法，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然后呢，这是我们在这个陵园里边发现出土这个瓦当，这个瓦当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上面这个卷云纹的这个瓦当是比较典型的这种东汉时期的瓦当，但是发现的不多。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特征。现在就是我在想怎么样把这东西展出来，所以我在想办法用这个 AI 去让它给我把这个东西复原一下。我在讲，但这个做的不好，这个做的很不好的，因为后来我咋也教不会他，就是这个他就感觉他已经糊涂了。然后我让他把这个柱子给我排列好，他把这个封住了，这柱子也没对称，然后就很恼火。但是大概的结构就是一个夯土墙，
外面有壕沟，最中间是一座墓，然后这个墓的周围在这城墙内部有建筑，大概就这样一个格局。然后东边的东门出来有神道，神道两侧有柱子，柱子两侧还有，这个做的不是很好，我最后很生气，我后来换了另外一个，这是我们看大概就这样看这个结构，壕沟、墙、建筑、墓葬、神道等等是这样一个来的。我们可以大家对应一下来看，这就是我们东边看的这些星星点点的小东西，大概就这些房子的柱子的这个遗留下来的痕迹。我们考古发现只有星星点点一个小坑了。然后呢，这是我们在发现这个南边这一排房子，也就是我们只能看到柱子的痕迹。那么，这就是我们想它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我觉得做的比较好。后来我又换了一个模型，它大概这个出来这个状况还比较好。就这个陵园呢，我们尝试着把这西边半马我们给它恢复起来。推测呢，因为它的南北这个长度是90米，东西我想应该不会太长，所以我让它按照100米去做。做完之后呢，就是这个神道。两侧的这个柱子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们当时发掘的时候，那个神道两侧它标示那个柱子的柱数也是很清楚的。那么两边应该是有大片的这个房屋，然后它这个做的还挺好。完了之后呢，墓葬在中间，然后呢这边有这个几排建筑，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当然这是一个想象的复原。这些年我们也在尝试，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有些很复杂的遗迹，比如说房屋啊，然后什么墓葬啊等等展现给大家。我们老是拿一个黑白的线图，确实是看着很抽象。之前有一个央视记者我们交流的时候，他说他去去一个著名的城址去看，然后那个考古队长给他讲，这是道路，这是宫殿，这是房屋，这是街道。他说我看都是土，然后他说我确实看不懂，我看你一个晕啊。然后呢，所以我想我们以后要能够尝试这种方法的话，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做的还算好，但也没有达到很完好的这个效果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边的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一些房子，但是这些房子具体它是原来是什么结构，我们其实很难去判断，只是做一些这样的推测。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南边这个房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整体上，我觉得这个比较的符合逻辑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它的墓葬外边有陵园，有建筑，有这个相关的建筑，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设施。所以呢，我们想了一个很有意思，你看，这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复原，然后实际上我们在1800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就是这样的一片，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想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很多房屋的，但是我们在考古发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发现太多的，比如说那种房屋废弃之后留下来这种建筑垃圾。一般想那个古代的房屋，如果废掉之后，它会有瓦呀什么什么东西很多，但是这里就很少，只有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那2块瓦当。我们在这里发掘了几千平方米，我只找了那2块瓦当，就整个这个地方觉得很干净，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后来直到我们查到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大概才能理解怎么回事。因为在这个陵园其实修好之后没多长时间，它就有一个就是曹丕下令把这个陵园这个给它毁掉，就是意思是祭祀不要在这个地方再搞祭祀了，要专门去到这个城里面去做祭祀。那么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说，那他就是曹丕他当时已经是皇帝了，然后他已经追封他这个父亲是这个武帝太祖，然后呢，那么他说我要把这个陵园毁掉，我要把这个车马还旧，然后这个衣服藏服。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虽然说的是毁，但这个毁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去稀里哗啦一堆推平了，一定不是这样，一定不是这样一个动作，它应该是一个比较规范的、比较拆除的过程。那么拆除完了之后，它也不会在这个地面留下大量的建筑垃圾，那毕竟是它跌的墓葬，它不可能把它整成垃圾面。所以呢，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我们判断，它应该是经过一个比较规整这样的过程之后，就是拆除了相关的设施，然后呢留下来这个就把这个现场收拾得非常规整，大概就是这样的过程。这个跟我们的考古发现是能够吻合的。好，然后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在这个洛阳的东汉地陵啊，那边就是我们有这个刚才说的王延秋教授在洛阳那边做这个东汉地陵，他在这个东汉地陵的门口也发现了这样的密密麻麻的柱子。然后我们俩是之前是不知道的，后来突然间有一天碰到一块儿一看，这个居然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个大家列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墓葬前面有这种大量的这种柱网结构，是说就是曹操墓的这个它的建筑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跟这个东汉的这个皇帝的陵墓它是有一定的直系关系的。但是只是说很遗憾的，现在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功能，我们弄得不是很清楚。说这个陪葬墓当年一来是大家很关注的事情。因为大家想到那曹操他已经也说了，这个广为这个诏命要有这个功臣啊什么要陪葬来着，所以大家都想曹操肯定是有很多陪葬的。实际上，在这个曹操造陵考古发现公布之后，
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在周边的这个勘探工作。这周边的这个村庄啊，包括这个田地啊等等，我们大概勘探1年多，在周边发现了有数百座墓葬，不同年龄的墓葬，密密麻麻。然后呢，我们在探完之后，发现一个事情，发现这个当然没有大墓，周边没有特别大的墓葬，但是我们发现有这4个墓葬，跟这个2号墓，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曹操墓，他们是在一条东西向的主线上。这个是因为也是偶然的发现，在我们在做图的时候，后来突然间不知道谁大概比划了一下，说，哎，这4个就是这个3、4、5、6，居然跟它在一条线上，确实在一条线上。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看，一方面就是这大量的墓葬都是南北向，哎，这几个东西向排在一条线上，我们就判断它有可能是曹操的陪葬墓。后来呢，经过这个许可，我们找了中间这个就是这个4号的位置，也就是它保存的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墓葬，我们做了一些发掘。那么这是它地面的情况，我们把它叫蒋进陵墓，这个是个通道，然后这是它的墓室的布置。地面上因为晚期有准备活动，有大大的小小的坑，但是这个坑呢，还好不是盗墓，所以呢，我们就往下发掘。发掘的时候呢，在它这个墓道上方有这个小坑，就是脚窝，它不能上下。这个墓道里面出了一个很特殊的图形，就这个墙皮啊，这种白色这个带云彩的白色的墙皮。这些墙皮呢，不是它墓葬本身的，这个墓葬本身是没有壁画，这个非常清楚。大家看这些东西是在地面上，是在砖上的墙皮，然后就在这个地面砖上面，这个一定不是这个墓葬的壁画，那么它一定是来自于某一处建筑上的东西。然后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什么呢？这个墓葬里边，这个墓道里边还发现了大量的瓦当，大概有好几十块，就这种卷轴瓦当，跟我们在中边这个陵园出土是一模一样的，就都是用卷轴瓦当，形式一模一样。它还有个别有穿孔，还有这些小东西啊，这就是这个暗符，跟那里边出土的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发掘，这个当时确实是2012年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发掘到这个时候呢，发现这个墓葬确实没有味道，真的没有味道，这个土啊填的非常的完整，一层一层的夯土很干净。然后呢，我们一边发掘呢，一边在勘探，因为我们也要知道底下到底有多深，所以一边勘探。然后呢，大家刚才看那个曹操墓的墓室，就是我们叫传年顶，中间高4元一，所以我们当时理想的状况是，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勘探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应该很快就能见到墓顶的砖，因为它没有它完整的话，周边这些地方一定是会低下去，就它中间高4元一，所以我们一边发掘一边勘探。结果后来我们探到砖了，发现这个砖居然在一个高度，这个就让我们就很震惊。这个情况确实是，因为也有这种平顶的墓葬，汉代有这种平顶的墓葬，但是一定不会出现在这种结构的墓室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结果到了墓顶之后，我发现一坑的这个砖头，非常整齐的砖头，平的就是大概有1米厚度，我们就当时就非常的震惊，就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情况呢？然后呢，觉得这个不太甘心，我们给它做了一些清理，把这个砖头清了一块儿，大家能看出来底下这个痕迹。我们发现这边啊，就是原来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砌过这个砖的墙之后，留下这个痕迹。它砌完之后呢，这个墙的里边，它用这个白灰一刷，然后这个白灰就顺着那个墙壁就落下去了，所以在这个边上有个很清楚的这样的痕迹。然后这个特别好的是，它居然给留了一块儿，就在这个地方给留了一块儿，就是留了一块标本，相当于这个墙它给它拆完之后，留了一块非常整齐的标本。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墓室应该是已经建完了，但是它没有用，又给拆了，因为这个结构很清楚，边上砌的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叫墙基或者墙角吧，很清楚。完了，它还留了个标本，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已经建成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判断，就这个墓葬呢，它跟曹操墓的方向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自东向西的。另外呢，这个它的这些瓦当啊，这个白灰的墙皮，应该是来自于某种建筑上拆的建筑上。然后呢，我们把这些东西啊等等都给它合到一块儿，我们就得出一个判断，就是说，那么这个墓葬应该是已经建成了陪葬墓，完了之后呢，后来给它拆毁。那为什么会拆毁呢？这个也有说过，当时说啊，这是不是这个遗种？因为这个一说到曹墓，大家都想起遗种，说这是不是遗种？我们说这个不是遗种，因为这个陪葬墓这个事儿呢，曹操是公元218年下令这个修建他的这个陵墓，他是220年去世的，到222年，也就是总共前后4、5年的时间，曹丕就把他这个陵园啊什么的都拆了，就在，然后呢就这个我们想了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就是他去世之后，曹丕称帝，然后都城在这个洛阳。那说到陪葬呢，
可能大家觉得曹操生前有那么多的这个武将啊，还有他的爱臣啊，那这些人死后一定会给他陪葬。但是大家请注意，在这个古代那个地方陪葬，这个不是说谁想去陪葬就去陪葬，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尤其是曹丕称帝之后，那么他现成的就是曹操那些功臣那些将领啊等等，那自然就跟着这个曹丕了。那么这些人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这些人他提出来说啊，我跟这个武帝的关系很好，我要申请去跟武帝陪葬，死后去陪葬，大家可以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人去提的，除非曹丕提出来说这个人啊有功，然后我给他就是这个陪葬高陵。那否则的话，他一定是不会主动提出来。这是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叫政治不正确，因为当时曹丕是皇帝，这个东西就是陪葬到哪，这是一种政治概念，这是要皇帝去定的，而不是他自己去想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判断，他一定没有多少人去陪葬，这个毕竟这个时间太短了，所以我们也没有找到太多的这个陪葬。那么接下来说这个腹葬，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刚才说了，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腹葬合理的问题。我们在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是在当年这个墓葬发掘的时候，这个北边这个地方一直发现有一大片夯土，这个夯土搞了很多年，然后一直就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墙怎么到这儿突然就长出一段夯土来，很宽的，也是有学者做过各种的推测，然后这个事情呢，一直到了2016年，在这个就是说博物馆的建设前夕，下决心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最后呢，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勘探啊、清理啊，确定这个位置，我们说这个夯土是一个很长方形的、很完整的长方形的一个这样一个遗迹吧，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它是个斜坡，从这儿下去一个斜坡，这边低，这边高，往这边下去。然后呢，两边还有台阶。就是说到这个结构，大家肯定就是想起来是跟那个墓道有点像，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敢确定，因为这边我们去看找墓室，看实际没找着。这边当时地面堆有大量的这个废土啊，各种东西没找着，所以呢，我们当时只是说叫晚期遗迹，因为它比这个陵园晚，它把这个陵园给压住了，我们没有说它是个墓。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20，就是大家可以想就这样一个位置啊，就是在这个一个位置。然后一直到了2018年，这个日期啊记得是非常清楚。然后因为当时呢是我们在当时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奠基的工程已经开始建设，就是这个打桩机已经在这边开始工作，开始要打那个基础了。然后呢，当地的就是现场这个负责人就是打电话，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就是说打桩机从地下带起了一块砖，一块青砖，10几米深地下一个砖，跟这个曹操墓的砖结构很像。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对，所以我是连夜赶过去。赶过去这个时候呢，就天已经黑了，因为那个洞呢大概有直径1米的样子，已经有大了14、15米深了，这个必须得下去才能看到。我自己下去用了一个简易的雕机，用一个铁桶，就是一只脚站在铁桶里边，给自己放下去，放到这个15米深，然后打了个手电，就看到这个洞这个壁上非常清楚的就相当于一个墓室的墙就被那个打桩机给擦了边儿，切了一个脚下去，留下这样一个痕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确定啊，那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墓葬，而且这个墓葬的规模还很大。当然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就跟那个工程方要求说，这个地方呢就避开，因为这个时候不可能说那博物馆先停一停，咱们再把这个墓葬再发掘，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把这个地方避开了，然后稍微的改了一下这个技术设计方案，然后把这个地方就留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是一个墓葬。那么这个墓葬我们怎么去看呢？就是说，至少这个年代，我刚才说了，这个宽大的墓道啊，然后这些墓室啊等等，这个年代是曹魏时期，没有问题。它具体的下葬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认为它一定是晚于这个黄初3年的。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曹操那个陵园还在放在那儿好好的，谁敢去给他挖个缺口在那儿，给他缺口挖个墓葬呢？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他一定是在这个陵园废弃之后，就是再去挖，那就比这个黄初3年更晚。然后我们再对比了一下它的规模，33米乘7米，这是其他的几个同时期的大墓的规模。这个对比来说，它当然不是最大，但是它的规格一定很高。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在曹魏时期有一个规格很高的人，在这个黄初3年之后又葬到了曹操葬墓附近，就这样几个逻辑，我们就放在这儿。然后呢，当然了，因为没有发掘，我们就不再去对他身份做这个过多的推测。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东西对我们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晚期的祭祀遗迹，同样的就是在发掘这个陪葬墓的时候，在西边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建筑遗存，就是
砖啊瓦之类的。我们当时抱着很大的希望，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汉代的祭祀遗迹？觉得很期待。结果我挖出之后发现，出的是什么呀？出的是这些东西，大量的这个就是瓷器啊，这个钱币，这些钱币都是北宋的宋钱嘛。然后这些瓷器呢，就是这个从北宋到金到元代都有，这个让我们就觉得很摸不着头脑，因为这边实际上是比较厉害的房子的，就这片。为什么要列这几个字？因为它有地下排水道，就是它是有很规整的地下排水道，房子在这边通到这个大沟里面，这也有一个排水道，这是个大沟，通到这个沟里面。那么我们在想，是谁能够修这样的房子？就是我们现在农村的房子里面也很少有这种比较规则的这个地下排水道。那么这个房屋一定不是一般的民居，加上我们发现这个大量的这些东西，这个因为这个，尤其是还有这样的一些娱乐的小骰子，还有气球等等，大量这个东西说，还有大量的钱。当时就想着，谁家屋后边沟里丢那么多钱？一共是发现了100多个铜钱，觉得这个很奇怪。所以呢，我们后来还有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东西，釉头的这个鸡兽，这个就非常特殊了。这个当时因为在这个宋元时期，这种建筑的这个规格它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建一个什么样的豪宅，它在对这些装饰啊什么东西的使用上面是有严格的规制的。那么出现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更加确信它一定不是普通的民居。我们再结合其他的这些各种特征，还有包括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它跟这个陕西南田这个吕氏家族，就是吕大人他们家族不一样，还有这个安阳韩琦的家族，这是北宋的这个3朝宰相，这都是当时的地位很高的这个官员，他们家的墓葬上面修有这个叫祭奠吧，就是祭祀的这种陵园吧，他们的墓葬上面也发现了这样的建筑规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记载，我们想，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墓葬就是我们发现这片建筑它不是民居，应该是北宋时候就是官方设置的守盐户，就是看守曹操墓的这种官方的这个机构。当然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一种这样的推测。那么我们说完整的曹操报名，刚才说了，不只是一座墓，不只是中间的陵墓，它大概的要素就要包括这个陵墓、陵园、陪葬墓，甚至包括这个副葬墓，包括这个晚期的祭祀遗迹。我们通过这个来看，可能会比较形象一些。那就是废弃之后，这些建筑都已经废弃掉了，然后这个墓葬啊，这个墙都废弃掉了。那么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墓葬，这边还有几个陪葬墓，还有晚期的祭祀遗迹。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个是空间上已经跨出了这个墓葬的本身，时间上也跨出了这个东汉的本身，实际上一直延续到这个可以说到宋金时期吧，是这样一个就是时间和空间上跨度都很广的这样一个叫陵墓综合体，而不是说单纯就那么一座墓，说就那么一个坑里面就一个墓，这就是我们说的不只是一座墓。然后其实我更愿意跟大家讲讲这个背后的这些故事啊，就是说当时我们一直提到说是100年考古学史上最大的这个争议啊，或者是最热烈的讨论。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现在我们想经常说这个，咱们一说谁上热搜了，一个热搜基本上大概有不超过3天吧，可能70多小时也就是极限了。但是当时的曹操墓实际上是持续挂1年的这个就是热搜，不管是我们当时的纸媒啊，还是我们的电视啊，还是我们当时这个就刚出现的这个什么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等，基本上整年的所有一点风吹草动，然后都会有。然后就是不管是央视还是我们地方的台或者什么的，就是如果他要不报道这个，赶上他就落后了，所以就是大量的各路记者就纷纷的跑过去参观去采访报道。那么就是说，在这个2010年呢，有不同的机构都评选过自己的，说这个叫国内10大文化新闻。我们看这个是新华社评的，这是这个中华读书报评的，这是文摘报评的，这是大河网评的，然后等等这些都提到了这个曹操墓的争论，就是在2010年属于一个年度的这个文化事件，也就是在当时在10几年前一个考古的这个发现能够得到如此高的关注，如此热烈的讨论，这个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大家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呢？然后我们说，当时我把它整理了一下，当时因为实际上参与这个讨论的人太多了，然后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我们把它梳理了一下，主要的就是这样的5个问题。然后呢，第一个就是说的遗种，因为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大学的历史教授还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遗种这个事儿。当时后来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这个老先生好像这个思路不太对，因为遗种这个事情呢，实际上
就是个传说。但是大家第一反应说，按照曹操的性格，他那么多疑，他一定不会让他的墓葬被找到的，这是大家就很直观的。所以大家都说这个不对，这个肯定是谜种。当然就有这种声音。第二个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有那么一部分这个叫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QL 这个说法，就是这个网络意见领袖这种，他们在网上就是开始说我们掌握了各种造假的证据，有这个考古队造假的证据，有这个当地民众造假的证据等等。然后而且当时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经常有一个叫周一见，这个实际上后来被用于这个叫娱乐明星的这种吃瓜事件中的周一见。当时有一个人就是经常说，我有确认，下周一发，然后各路就有8个小板凳等着。结果到最后好像是面目，所以呢，这就是说他就提出来，就是说人家都是假的，所有你说的都是假的。第三个呢，就是认为说这个是这个墓葬呢，跟曹操可能他的这个地位不太符合，里面有一些这个包括文字不太对，他们认为这个就是陪葬墓，那么一定有一个更大的附近，那个才是真正曹操墓。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他就直接提出来说墓主是这个曹办或者是更有可能这个后赵师傅。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学者呢，说目前判断这个曹操墓的证据是不足的，当然他没有说这个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就是说还需要有更多问题需要去解决。整体上我们把它分为这样5个类别。就是到了这个10几年之后，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一说到曹操墓，大家还是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常老师推荐我来讲这个东西，我很忐忑，但是我一定要来，因为我要借这个机会把有些东西给大家这个传播一下，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是挺好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我们就经常想，就为什么说一个考古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最后被炒成一个全民的事件，就谁都能来说两句，或者是说谁都能来给你泼点脏水这样的。这个是甚至当时更有过分者是要起诉我们的考古学家，因为我们的考古学家有各种的，包括什么污蔑、造谣等等，就是非常非常多。就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我们提到曹操墓，大家而且不是说这个有多重要，而是想第一个反应，到底是真的假的？就是我们考古学界那么多专家、那么多年的努力所得到成果，其实就并没有盖过这个网上的各种这样的质疑性，我们感觉很悲哀这个事情，非常悲哀。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这是有个学者统计的，从09年这个发布到2011年这个叫这是应该是2010年6月10号，就实际上这个半年的时间，有这个就是他统计了361条这个报道，其中有20%是直接综合分析加工的其他的这个报道，就是据某某媒体说，据某某媒体说，有20%像是这样的，有50%以上的媒体，他就直接就没有说明采访方式，就是某某专家说，据知情人士说等等，大量都是这样的消息，各种这个报纸头条各种，这个就很奇怪。我们当时莫名其妙多了很多同事，就上面据河南考古院某专家也没有名字。后来我们想，这是谁啊？不认识啊，就是这样。但是人家这个媒体看说好，这就是专家说的，还是河南考古院专家说，那也信。所以这个大家通过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当时这个信息来源非常的杂，然后导致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判断受到影响。你现在我们在做的实验，大家回去可以再做一下。这是我用这个百度搜曹操墓的图片，打叉的都是错的。这是用必应搜的国际版，这是用国内版搜的。就是这个，甚至在2-3年前，我们曹操高陵这部馆开馆之前，有一个国家级的媒体，他要做了一个预热短片，里面用那个照片还是错的。当时我就看着震惊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年轻的编辑怎么都这样了？后来我想，也对，他搜出来的东西是错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说，这种不准确的信息对我们的这个认知的影响有多大？这个就是插一题外话，就说到这个之前，也有学者问，也有这个媒体问说，这个 AI 的出现对我们这个考古的影响会怎么样？是不是会提升很多工作？我说那个 AI 它是从小学的，他学的知识是对的，他说出才是对的。AI 如果就学了这些东西，你再让他问讨论，他能说对吗？他肯定说不对。所以说这也就是当年这个信息源，这些信息到现在为止还在往上挂，就是各种他这个信息他也不去求证，他也不去找官方信源，就是到处一搜出来一个，觉得这个挺好，就拿上去了。这种信息现在非常多，所以呢，就是说信息源的污染是导致这个困境的很大的原因之一。好，然后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是为什么会造成局面。一个就是信息混乱，就刚才说了，各种来源不大核实的信息。第
第二个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考古机构啊，我们的学者实际上并没有这种应对舆论的这种意识。当时呢，因为十几年前啊，大家对这个媒体这个事情还不是很熟，就是一旦外面这个炒热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一帮专家，我们开个说明会，然后我们在官方的媒体上发一个说明。但是官方媒体上尽管发的规格很高，但是很快就被这个各种其他的媒体淹没，实际上这个公众是听不见看不到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资料公布了之后，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从新闻发布会2019年，然后到这个简报就是2015年第2年才公布了这个信息，到了这个5、6年之后才公布了完整的信息。那么我们的林联和奎康这些信息公布的更晚，也就是这个顺序是乱的。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先把所有工作做完了，墓葬发掘完，林联、奎康工作做完，然后研究完，发表成果，再有发布会。但是我们现在是倒的，先做了发布会，大家说我们有个重要发现，然后大家开始关注，实际上我们很多工作没有做完，然后后来的工作就是不断的之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考古工作的背景是这虽然是个亲身经历的，这个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它实际上中间有很多时候是背景导致我们这个工作节奏乱的。我们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真正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统计了一个数据，就是从20到2024年开始，到2024年止，这些相关的关于曹操墓的研究成果呢，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算起来，大概是这到2024年一共是120多篇学术文章和这个19部著作，有将近近100位历史考古学者参加，就是在海丰口3级之前，是基本上是这个可以说是全球参与人数最多的考古课题。就是不同领域的、不同方向的历史考古专家都有参与。那做了这就是我统计这些图书啊，这就是这10几本图书。然后呢，其中大家这个最早的实际上2000年都有学者关注曹操，这是合格的一个学者写的。那么大量的是集中在从10年到这个11年之间，大量的是集中在这时候，在短短的这个1、2年之间就出版了十几本书。这些书呢，有很多就是完全是纯的蹭热度。这个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说了会得罪人的。然后，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有分的热。那么到后来，其实后来关注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这是官方的考古报告，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信息。另外就是唐老师这个死地造访报，这个因为在公众中间传播很广，所以呢，后续就开始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把大家的注意力再吸引到正面，而不是去看前面这一些，比如说这个三国达墓、颠曹墓这，看起来很精彩，但是实际上容易把大家的思路带歪。这些数据呢，看来就实际上大量的研究就集中在这几年之间，到后来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没有太多的新研究出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虽然这个研究内容都涉及了那么多，就包括这个墓葬的形制啊等等，就所有我们能想到的问题都有学者在做，就在这些年期间都有在做。然后呢，对于这个所有大家提出的疑问，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有所解决。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遗嘱呢，就是刚才说了，这个遗嘱这个来源是在哪，我们就不太细说，但是大家都广泛的接受了，说是遗嘱。但是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列出了那么多的这个时间线，列出那个东西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在史书上从来没有说过遗嘱这个事儿，因为史书上明确的记载都是这个卞后还要葬高陵来着，然后曹叔还要葬高陵来着，然后李世民还要去祭拜来着，他哪里来的遗嘱？曹操也明确说了要葬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并没有说这个大家不要就是要秘密安葬什么，这个遗嘱说法实际上是出自这个应该是出自这个在这个南宋之后，因为在北宋之前曹操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我们列举了几个，就是这个刘渊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匈奴人，他实际上是很崇拜这个曹操的，打仗到底汉高魏，这胡韩爷就他们比较出名的一个单于，他觉得这个还不行。还是这个汉高魏就是刘邦和曹操政府去行使他的偶像，包括这个唐太祖等等这些，就是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到了南宋时候呢，就是这个贬属尊位，尊属贬位，就是尊刘贬曹的这个趋势出来之后，他的就是风评开始变坏，然后完了之后开始有这个小说里面开始编造，开始到了遗嘱等等等等。然后到了《三国演义》之后，这种遗嘱就是完全被大家广泛接受，因为现在很多人实际上是把《三国演义》当史书看的。就你给他讨论这个讨论的时候，他就说《三国演义》怎么说呢？《三国演义》那是小说呀，那是晚了就1000多年之后人写的小说呀。但是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觉得这个不知三国志而知《三国演义》。好，然后呢，这个至于说这个伪造证据这个说法，实际上我们说呢，
他当时是很多人在借这个网络发泄情绪，完全的发泄情绪，就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公布指白。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就很难想象那么大一个墓葬，那么多人的考古现场，有那么多的全程记录，很难想象怎么样去说造什么假的，造个假墓葬或者什么的，很难想象。然后呢，这个最搞笑的是，就当时这个就天天叫他自己手里有铁证的人，最后就是实施他公开，就很有意思。这个实际上作为最后这个，然后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可能也是被抓起来了。说这个陪葬墓这个事情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周边所有的这个工作做完之后，我们把他的这个人员啊等等都理清楚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他就是他有陪葬墓，他不是别人的陪葬墓，就这么简单。因为周边的工作，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就是至于说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说是曹奂石虎的这个，说这个曹奂这个是因为当时有学者看了这张图，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草图，我们当年并没有公布，应该是有一次电视直播的时候，或者我记得就是拍了这样的图，最后在电视上发出来，然后有个学者就根据这个东西来说，哎呀，这个就是怎么他通过理智的角度来判断，说这个不对，应该是这个曹奂等人的，说这个石虎是这个后赵时期的这个一个皇帝啊，说这个大家看这个年代，这个就是完全是差得太远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反常的人物。就是当时我们搞笑的这个有一个就是被称为倒曹派的这个领袖人物之一的，他也很反常，这个太离谱了，哪有这种想法？就是你想，咱们怎么也不可能把一个现代的墓葬跟一个清代的墓葬放到一块去，因为隔了那么长时间，它的这个墓葬的结构啊，它的随葬品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人呢，按理起来就是说。这儿有革虎大医，说，文献记载这个后赵石虎造过革虎车，这俩对上了，那就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很无聊的一个逻辑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否定的。那么这个说证据不足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通过我们后续的考古工作，我们把这个链条基本上就给它闭环了，就是时间、地点、身份等等，基本上都能吻合。但是大家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考古发现这个文献的记载的细节。一定是不可能100%对应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是人书写的，他在书写的过程中间，他有自己的取舍，有自己的倾向。然后呢，我们考古发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他怎么可能去，就是你要是强行的去对的话，这个会容易把自己带到个坑里去。就是任何时候，任何考古发现都不可能与这个文献就一字一句的去对应。还有几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一个也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说曹操说无藏金玉珠宝，说这个里面为什么会发现这些玉器或者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其实有学者就解释过，就是你可以想象的，曹操的遗愿跟这个行葬者的行为是不能，那个是曹操说要节俭，那么葬礼是他儿子负责安排的。然后，但是要注意一个什么呢？他当时的地位，魏王想这个天子以葬，那么他的葬礼，大家想，他要求节俭，即便他的儿子孙从节俭，能节俭到什么地步呢？也不可能说用个草席卷票直接没干，那节俭那不行，那不符合你的要求的。所以呢，当时其实后来大家也意识到，这个小珠子实际上就是他当时的应该是衣服上面，他说的连衣食服，魏王他日常穿的衣服上面有这样一些小小的装饰，这是很正常。所以这就不是说我们想的金银珠宝，它是基本的这个装饰。另外说这个还有也有一个说，那不是明确记载的变后腹葬高陵，但是呢，发现这个女性的年龄。这个好像不太对呀、就是这个跟变后年龄差别太大了。因为说变后去世年龄是70多岁，发现两个女性的年龄都不太大，说这个怎么去对应？那我们说呢，就是这两个女性身份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是不能确定。刚才说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说100%的去解决考古现场所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只能把它留作一个疑问。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说到这个曹操墓的时候，我们想。我们简单这样总结一下，它实际上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它不光说在我们的考古断代史上，就是它给我们这个东汉到曹魏的这个墓葬定一个标尺，就它的出土的这个器物，它的墓葬的形制，它的规格的给我们定了个标尺。这是从我们这个考古学术价值来讲的。那么，然后这个它的内涵啊，包括这个陵园、陪葬等等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以后就是说同时期的或者更高规格的墓葬，应该说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参考的作用。至于说它引起的这个争议啊，我想除了这个本人的知名度之外，也有很深刻的这个社会背景。就是网络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
朋友应该会知道，在10几年前，咱们那时候网络的风气实际上是非常差的，就是因为也可能那时候自媒体也是一个新兴的东西，缺少必要的科学的管理手段，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肆意的去发泄情绪，完了之后也没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引导或什么的。没想到就那一次呢，就我们这个考古发现和我们的考古专家居然成了受害者，甚至也包括说什么人肉网络等等，很多东西是沿到现在的，就是还有他们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从考古意义上来说的，这个它的这个那么从这个公众意义上来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公众考古已经做的这个非常的好了，包括刚才康老师说，我们现在这个考古在这个南方地区也是比较代表性的。那么在2010年之前呢，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机构和学者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没有说这个公众考古的概念，可能有个别学者在做，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想我要写我的文章，我要做我的研究啊，这个东西你看我不看，看你就算了，没有说这个去。但是就是经过曹庄户这个事件之后，然后大家才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这么严谨的逻辑这么严密的一个发现，也就是我们做的这么好，为什么大家不理解呢？那为什么大家那么多人还追着我们骂呢？大家开始在想，我们可能和公众之间是不是还有一些距离没有消除？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更多的做些什么？这一点我们从个人的经历上是有深刻体会的。就是从2010年之后，我们也开始在主动的去关注各种自媒体平台，各种自媒体平台，就及时的去跟大家沟通一些信息。然后呢，怎么说呢，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这种 IP 之后，就是比如说大家在遇到一个考古什么问题，他会想起来问我，他不会想起来去看看，我看看哪个大 V 说的怎么样。这个大 V 可能跟历史考古八竿子打着，但是他有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他觉得我不信他，我要信这种专业的人。所以我们也在尝试走出去。所以从说这个划时代意义，跟我们在中国考古史上，就是公众考古，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就从这之后，我们的考古机构，我们的考古学者都开始有意识的去主动做公众考古，拉近和公众之间的距离，让主动的去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去解答大家所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我就坐那儿给大家练这个考古报告，练专业术语，练完之后大家听完之后也是好像什么也不知道。就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觉得我们这个当时参与这个曹庄墓发掘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是有意义的。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也知道这个公众考古的重要性，这个也是很有收获的。那么后续呢，就是说包括我说的这个学术成果的公众传播呀，我常说的公众考古，包括这个学术公益的建设等等，这个也是我们其实不光是考古这个专业，还是我们其他的不同的学科领域都需要去思考、去不断实践的问题。大家也知道，近期呢，我们在网上也出了很多就是其他学科的，就是关于这个学术诚信方面的这些东西。那么我想，这个所以说学术公益的建设，这也不是我们考古学科自己的事儿，实际上是各个不同的学科大家都有这个责任，包括我们的这个从业者啊，我们的年轻的学生啊等等都有这个责任。就是我们说曹庄墓的考古工作，其实到现在并没有说完全画上句号，但是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呢，这个就是未来如果再有新的发现或者周边，它只会是更加丰富现有的认识，而不会说，就像经常有人开玩笑说的，再给你发现一个，你怎么去解释？我说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我们太熟悉了，在那工作很多年，我们基本上踏遍了周边的每一个犄角旮旯，我们能勘探的、能做的什么工作我们都做过，所以我们相信未来的工作只会丰富现在的认识。然后呢，所以这个其实看起来这是2008年的画面，然后呢，这是现在的画面，是不是有种穿越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震撼，就是我专门找这个博物馆，你给我找一个很震撼的照片，我要去给你做个广告。这个照片看起来就是我们当年所有的发掘区域都已经全部照的，包括这陵园啊等等都在这个巨大的这个博物馆下面。那个陪葬墓呢，就在后边这个地上。我们说的神道的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领导领导之下，也是当地政府费了很大的心建设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曹德高历史博物馆，非常值得一看。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顺便打个广告，欢迎大家亲手来，然后呢去看一看曹德高历。然后最后呢，是感谢大家进行分享。对，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了周教授的精彩分享啊！
最后用一个